皈依不是入教，你從第一步就搞錯了。很多人覺得皈依就是找個寺廟跪下磕3個頭，師父給你取個法名，從此你就算佛教徒了。有的人還專門挑個黃道吉日，穿上海青，儀式感拉滿，完了之後發個朋友圈，配上一張寺廟的照片，寫一句今日皈依，法名某某，感恩師父，底下一堆朋友點讚，恭喜恭喜，功德無量。整個過程跟加入一個俱樂部差不多，辦了個會員卡，從此你有了一個新的身份標籤。這個理解不能說全錯，但它遺漏了皈依最核心的東西。如果你真去讀巴利文經典裡最早關於皈依的記載，你會發現一件非常意外的事，皈依這個行為跟你信不信佛幾乎沒有關係。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今天這期我想把皈依這個被嚴重儀式化的概念拆開，看看它的骨頭到底長什麼樣。我們先從2個字開始，皈，繁體寫作歸，就是回來的意思。依是依靠、依止，所以皈依的字面意思不是加入，不是臣服，更不是入教，它的本意是回來，然後依靠。這2個字暴露了一個很關鍵的信息，回來意味着你不是去一個新地方，你是回到一個你本來就在，但不知何時離開了的地方。這個方向不是向外的，是向內的。問題來了，回到哪裡？依靠什麼？這就是皈依三寶這4個字要回答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3句話聽起來非常簡單，但每一句背後都藏着一個跟大多數人的直覺完全不同的意思。我們一個一個拆。先說皈依佛，大多數人以為皈依佛就是拜佛、信佛，把釋迦牟尼當一個超自然的存在來崇拜。你去看很多寺廟裡的佛像，金光燦燦，高高在上，香火繚繞，確實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崇拜感。但如果你因此以為皈依佛就是從今天開始信這尊像，那你一開始就走偏了。佛這個字不是一個名字，它是一個狀態的描述。佛陀是梵語 Buddha 的音譯，意思是覺醒者，一個從沉睡中醒過來的人。注意，他說的不是一個神，不是一個造物主，不是一個掌管你命運的超自然力量，他說的就是一個人，一個和你我一樣有血有肉的人。他做到了一件事兒，就是徹底醒了過來，而且這件事兒不是他的專利，在佛學的框架裡，任何人只要走通了這條路，都可以被稱為佛。佛不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位置，它是一個所有人都有潛力到達的狀態。所以皈依佛真正的意思是什麼？是我承認覺醒這件事是可能的，人類是可以從那種自動駕駛的被念頭和情緒推着走的混沌狀態裡醒過來的。有人做到過，所以這條路是通的，我也打算走。你看，這跟拜一個神的性質完全不一樣。拜神是向外交託，我搞不定了，我太渺小了，請一個比我更強大的存在來幫我、保護我、替我做決定。皈依佛是向內確認，有人走通了這條路，它不是神話，不是傳說，是一個真實發生過的認知事件。我也有能力去經歷同樣的事，一個是放棄主權，一個是認領主權，方向完全相反。這就是為什麼佛陀臨終前說的那句話如此重要。他說，以自己為燈，以法為燈，不要以任何外在的東西為燈。巴利文原文的意思是以自為舟，以法為舟。一個真正的覺醒者在生命最後一刻沒有說你們要永遠記住我，沒有說你們要崇拜我，他說的是回到你自己身上去。皈依佛不是皈依那個人，是皈依他證明過的那種可能性。再說皈依法，法梵語 Dharma 這個詞在佛學裡含義非常豐富，但在三皈依的語境裡，它最核心的意思就是佛陀教導的方法論。注意，方法論不是教條，不是戒律，不是一套你必須背下來考試的知識點。佛陀講了4聖諦、12因緣、8正道，這些我們前2期講阿含經的時候拆過了。但皈依法的重點不在於你能不能把這些名詞背下來，而在於一個更簡單也更困難的問題。
你是否願意用這套工具來觀察你自己？我打個比方，想象你面前有2種理解世界的操作系統。第一種是你從出生就在運行的默認系統，它的核心假設是有一個我，這個我是真實的、固定的，需要被滿足的，它需要被保護、被認可、被愛，滿足了就快樂，被威脅了就痛苦，被忽視了就焦慮。你全部的人生就是圍繞着這個我的需求在轉。這套系統你太熟了，熟到你根本意識不到它在運行，就像魚不知道水一樣。第二種系統告訴你，等等，這個我本身就是被建構出來的，它不是一個實體，它是一連串心理過程產生的一種感覺。你可以去觀察它，你可以看見它是怎麼在每一個念頭裡被反復創造出来的。而你所有的痛苦根源不在於外面發生了什麼壞事，而在於這套系統在按照一個錯誤的前提在拼命運轉。皈依法就是你做了一個決定，我願意試試切換到第二種系統，我不一定能馬上用好它，甚至可能經常崩潰，經常切回老系統，但我願意試。這跟信一套教義是完全不同的2件事。佛陀自己說過一個非常有名的比喻，記載在巴利文的蛇喻經裡。他說，我講的法就像渡河的木筏，你在河這邊，對岸是安全的，沒有橋，沒有船，你只能自己扎一個筏子划過去。划到對岸以後，你是背着這個筏子繼續走路呢，還是把它放在岸邊？顯然是放下。一個教你連工具本身都要放下的人，他要的到底是你的信仰還是你的實踐？答案太明顯了，法不是用來信的，法是用來用的，用完了，法本身也可以放下。這才是皈依法最深的意思，它意味着你連對佛法的執着最終也要放下。最後說皈依僧，這一條是被誤解的最厲害的。很多人以為皈依僧就是認一個師父，拜一個山頭，從此師父說什麼你就聽什麼，或者再寬泛一點，就是尊敬出家人，供養寺廟，給僧人磕頭。這些理解不能說沒有道理，但都沒有觸及核心。僧，梵語三卡，僧家的簡稱，意思是和合眾。什麼叫和合眾？就是一群人因為同一個目標聚在了一起，遵守共同的規則，形成一個運轉的共同體。在我歷史脈絡系列裡，有一期專門講過佛陀的僧團組織，那套制度設計在2500年前是非常超前的，有民主議事程序，有經濟平等制度，有集體決策機制，但這些制度都是外殼。僧家最核心的功能不是制度，是鏡子。你一個人修行，最大的陷阱是什麼？是你沒有鏡子。你以為自己想明白了，其實只是換了一種更精緻的自我欺騙。你以為自己放下了，其實只是累了，不想爭了。你以為自己開悟了，其實只是在腦子裡搭了一套更漂亮的概念大廈，住在裡面自我感覺良好。這不是你笨，也不是你不努力，這是人類認知的一個結構性缺陷。每個人都有認知盲區，而盲區之所以叫盲區，就是因為你自己看不見。你能看見別人的盲區，你看不見自己的。就像你的眼睛能看見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東西，唯獨看不見他自己。你需要另一雙眼睛，或者說你需要一面活的鏡子。僧家的作用就在這裡，不是教你、管你、審判你，而是在真實的共同生活和修行中，讓你看見自己看不見的東西。你可能在打坐的時候覺得自己特別平靜，但跟同修相處5分鐘，你的嫉妒心、攀比心、控制欲全都冒出來了。那面鏡子不是掛在牆上的，它是活的，它会跟你碰撞，會讓你在碰撞中照見自己最不想看的部分。皈依僧就是你承認這條路我一個人走不通，不是因為我不夠強，而是因為人的認知有一個先天的結構性漏洞，你看不見自己看不見的東西，你需要同路人幫你照見。好，3皈依拆完了，我們退後一步，看看這整件事到底在做什麼。皈依佛，我確認方向是通的；皈依法，我接受了一套方法論；
皈依僧，我加入了一個實踐共同體，方向、方法共同體。你有沒有覺得這個結構特別像一件我們現代人很熟悉的事情？托馬斯·庫恩在1962年寫了一本影響極大的書，叫《科學革命的結構》。他在裡面描述了科學家是怎麼完成從舊範式到新範式的轉換的。第一步，他確認新範式比舊範式更有解釋力，這是皈依佛。第二步，他學習新範式的核心框架和研究方法，這是皈依法。第三步，他加入接受新範式的科學共同體，跟一群人一起用新範式做研究，這是皈依僧。庫恩特別強調了第三步的重要性。他說，一個科學家真正完成範式轉換，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他獨自思考被邏輯說服了，而是因為他加入了一個新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裡日復一日的用新範式工作，新範式才逐漸從一種理論變成了他看世界的方式。孤立的個人是很難完成範式轉換的。佛陀在2500年前設計的三皈依結構，跟庫恩在20世紀觀察到的科學革命規律幾乎一模一樣。這不太可能是巧合，更可能的解釋是，他們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領域觸碰到了同一個關於人類認知如何實現根本性轉換的底層規律。理解了這一層，你就能回答一個困擾很多人的問題：為什麼有些人皈依了10年、20年，磕了無數的頭，念了無數的經，燒了無數的香，但他們的思維方式、情緒模式、跟人相處的方式好像一點都沒變？該發脾氣還是發脾氣，該計較還是計較，該執着的一樣也沒少。因為他們做了儀式，但沒有啟動重裝。他們以為皈依是一個事件，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某寺廟完成的一個動作，做完了就完了，就像打了一針疫苗。但皈依不是一個事件，皈依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就像你不會因為買了一本編程書就變成程序員，你也不會因為做了一個儀式就完成了認知的根本轉換。儀式是入口，但入口不是目的地。那真正的皈依怎麼檢驗？其實很簡單，你看世界的方式有沒有開始發生變化？當你遇到一件讓你憤怒的事，你的第一反應是衝出去戰鬥，還是你能有那麼半秒鐘的間隙，先看一眼這個憤怒本身？當你強烈想要一樣東西的時候，你能不能有那麼一個瞬間，不是被這個慾望直接拖着跑，而是看見了我在想要這個念頭本身？如果有，哪怕只是偶爾出現，那你的皈依已經在生效了。不是因為儀式起了什麼神秘作用，而是因為你真的在用那套新系統來運行了，哪怕只是閃了一下。如果完全沒有，那個儀式對你來說就只是一個社交活動。法名還是法名，你還是原來那個你。佛像還是佛像，它不會因為你磕了10000個頭就替你完成覺醒。最後我想說說皈依和信仰到底有什麼根本區別。在很多宗教傳統裡，信是第一要求，你先信，然後恩典降臨，先有信仰後有體驗。方向是從上到下的，上帝、真主或者某個至高存在先存在着，你信他，他來接你。佛學的皈依走的是完全相反的方向。佛陀在迦拉瑪經裡說過一段非常著名的話，他對迦拉瑪族的人說，不要因為傳統一直如此就相信，不要因為經典這麼寫就相信，不要因為老師是權威就相信，不要因為推理似乎說得通就相信。只有當你自己親身實踐之後，確認這件事確實能減少你的痛苦，增加你的智慧，你才應該接受它。你品品這句話的分量，一個宗教的創始人親口告訴追隨者，不要盲目相信他說的話。你去看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有哪個創始人或先知會對信徒說，別信我說的，你自己去試？幾乎沒有。但佛陀就這麼說了，這在整個世界宗教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他不是在要你的信仰，他是在邀請你親自做實驗。所以佛學的皈依本質上不是我信了，而是我決定親自去驗證。它不是終點，是起點，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宣誓，而是每一天每一刻都在重新發生的選擇。每次你選擇覺察，而不是自動反應，
你就在皈依佛。每次你用觀察代替本能的對抗和逃避，你就在皈依法。每次你在與別人的碰撞中看見了自己的盲區，而不是只看見別人的問題，你就在皈依僧。皈依三寶其實是皈依了三種能力：覺醒的可能性，這是佛；觀察自心的方法論，這是法；在同路人面前照見盲區的勇氣，這是僧。這三樣東西不在任何寺廟裡，不在任何儀式裡，不在任何一個法名裡。那他們在哪裡？皈依的皈字已經告訴你了，歸，回來，回到你自己身上。這三樣東西一直都在。你不是去找一個新的東西，你是終於回頭看見了一直在那裡的東西。你們覺得皈依對你來說意味着什麼？你是在某一刻突然決定走上這條路的，還是回過頭來才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已經在走了？評論區留言聊聊，我很好奇你們的經歷。我是王立杰，我們下期見。